呢，这绝对是我距离诺兰最近的一天，原因是因为我参加了蜘蛛侠崭新之日的主创见面会，当时我距离荷兰弟和赞达亚的距离大概只有10几米吧，而诺兰一定存在他们的手机里。45路，我等于见到了诺兰本人啊，那可是我最喜欢的好莱坞导演。等等，我好像格局小了，我都见到荷兰弟和赞达亚了，那等于我间接见到了整个好莱坞啊，什么凯文费奇、罗素兄弟、韦伦纽瓦，我通通见到了呀。很抱歉，在重四的见面会上，我脑子里却想着其他电影，因为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我只是一个喜欢漫威电影的小 UP 而已，竟然真的有机会来到现场见到荷兰猪和 MJ， 我真是太开心了，非常感谢抖音爸爸给我了这次机会，而且还有机会提前看到正片的前27分钟。关于这半小时的无剧透观后感，我已经发在上一条视频里了，反正就是好看，很好看，超级好看。但我发现之前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预告片里的猜测有一些是错误的，很正常啊，不然怎么叫预告片呢？但是我不能剧透啊，只能说之前某个画面里面我们猜测电影里劈掉了其他英雄，但事实上那个镜头里只有蜘蛛侠一个人，以及某个我们以为是隐藏的反派，其实在片头的快剪里也出现了，但是呢，这不代表他之后不会登场。至于大家都关心的夜魔侠马律师他会不会登场，我表示我也不知道呀。另外就这开头半小时的剧情，其实在官方发布的几个预告里面都能看到，也就是荷兰猪一心扎根事业，无心做自己，这个状态不禁让我想到了重三里面加菲猪说的话，他也说自己没有时间做自己。I got no time for Peter Parker stuff. 但荷兰猪和加菲猪的心态又有些不同啊。加菲猪是对格温的死感到愧疚，所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蜘蛛侠的责任里，而荷兰猪是因为被世界遗忘，同时他意识到如果再次认识一些新朋友也可能会拖累他们，所以主动放弃做自己，宁可做一个天煞孤星。他们俩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荷兰猪也比加菲猪幸运了很多，因为 MJ 还在，但格温已经不在了，甚至在现实里荷兰弟和赞达亚也喜结连理，而加菲和石头姐已经物是人非，真的是十分可惜啊。纽约成了爱乐之城。现在还是说说这次见面会的感受吧。为了参加见面会，我特地买了从一里面荷兰弟穿过那件 T， 到了地方一看啊，起码有3个人跟我同款，可惜我没有时间去买那套森马套装了。但等我进了会场以后，我发现我的着装还是简单了呀。我在的是2号厅，楼上还有个1号厅是主流媒体和大博主，那我在的2号厅里就有人穿得很夸张，有好几个就穿了蜘蛛侠的衣服，甚至有一个我直接见到了蜘蛛侠本侠呀，他的背影像极了加菲。刚好在崭新之日里面，荷兰猪的战衣在设计上也吸取了托比和加菲的特点，然后我们整个厅就默默的等着。其实活动当时的通知是6点20正式开始，5到6点是入场时间，但是4点半左右大家都已经陆续在进场了。场外是都围起来了，进场的时候要刷身份证，到了里面以后还要上手环，工作人员还给我盖了一个章，我也不知道这章是什么用的，看不见的，因为是夜光的。然后我就像个土包子一样在会场里面转来转，有个区域进不去啊，好像是后来走红毯的地方，那我就进2号厅等着了。进2号厅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夜光的章其实是用来验票的，然后我的位置在2号厅第4排的最右侧，每个位置上还有一袋伴手礼，主办方真的很贴心啊。接着就是等待了，但是在等待途中我发现我果然是个土包子啊，没有经验啊，很多人都拿着相机和长焦来的，而我只带了2个手机，尼玛，我这才意识到这是见面会，我应该学那些站姐一样带相机来啊，那才是我的真实身份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科班出身货真价实的摄影师啊，我大学就在上海念的摄影系啊，我的索尼有了长焦，但是我什么都没带，我只带了一个 13P 和一个 16P 啊。苹果长焦的画质不能说很差，只能说十分拉垮呀，洗吧！如果还有下次，我一定要把我的相机背来啊，用最大光圈，用最合适的焦段，用最高的像素去拍呀！哎呀，曾经有一个属荷兰弟毛的机会，但是我没有珍惜啊，只能怪自己还是too young too naive啊。就这样到了6点多，主持人只好登场，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将近30分钟的正片。当时我的情景是这样的，30分钟那应该就是电影里的一些高潮动作戏吧，这里来一点那里来一点，我还在猜估计是开头的动作戏加上后面浩克登场的一些戏，结果啪啪打我的脸啊，直接一口气放了27分钟的正片。看完以后我发现还不如不看呢，为什么？因为不看不知道，一看更想要啊。可惜啊，当时不是7月29号，真的是心急死我了，因为我更想知道后面的剧情啊。因为看的时候也不能平射，我也不太方便拿手机出来记录我看到的细节，所以有些登场人物的名字我忘了，但是我严重怀疑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疑似迈尔斯的角色啊。等回头电影上映了，我再看一下我的猜测对不对啊？如果不对，我再回头把视频隐藏了。正片之后就是互动环节，我发现了很多粉丝好牛啊，有一个女粉丝竟然把电影开头 Peter Parker 那封信全文背诵下来了，你是来上语文课的吗？而且她背的还是英语。等她讲完以后，我也抢到
到了一个机会讲一下我的感受。这个感受呢，正好契合了电影的一张宣传海报。借着玻璃的倒影，蜘蛛侠和皮特帕克互为镜像。我在网上刷到有网友吐槽某个影城把海报放反了，我猜他下面留言说其实没有反，这就是皮特帕克现在颠倒的人生，这也是我在见面会时候说的感受。但是我误解了互动环节的作用啊，我以为抢到分享的机会就应该长话短说，留给其他人更多的时间，万万没想到这个环节的真谛是拖时间啊！我讲了2-3句我就讲好了，其他人洋洋洒洒的讲了好久呀，我真的好后悔，早知道就算语无伦次我也要多说一会儿。不过听其他人发言也让我很有感触，有一些和我一样都是从托比猪过来的老粉，也有从荷兰猪入坑的年轻人，甚至有好多都是留学生，他们刚从灯塔回来呀。据说是因为这次国内是最早上映的，而且国内有 IMAX， 因为北美的 IMAX 都被 IMAX 的亲爹诺兰给霸占了呀。总之在场的大家都很热爱蜘蛛侠这个 IP， 也很喜欢荷兰猪以及荷兰弟赞达亚夫妇，所以看完电影以后大家其实都是很想见到他们夫妇的一个状态。可赤浩说流程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延误，为什么呢？难道荷兰弟堵车了吗？我打开直播一看，好家伙，荷兰弟和赞达亚两个人在上海影城外面实力重逢啊！大热天的近40度的高温，荷兰弟一身西服套装和赞达亚一起在给粉丝签名，而且他们自带签名笔，这就是好莱坞团厨的人品啊！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他在上海热的换了短裤，结果在影城大门口西装革履的在那里给大家签了这么久的名字，我真的是好心疼。但是我看着直播我心就酸了呀。我坐在里面吹了空调，也就提前看到了半小时的正片，拿到了一点官方周边，但是我在外面我就有机会拿到荷兰弟赞达亚的签名呀，真的是世事两难全呐。等到荷兰弟赞达亚进场的时候，全场沸腾了，真的是太帅了。看着他西装革履的样子，我忽然觉得等荷兰弟40几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去演 James Bond， 而且他也是英国人，对不对？然后荷兰弟跟我们分享他扮演的帕克会在本片中经历最黑暗的时期。 As in what is happening to Peter Parker in this movie? I think what is so exciting about this next chapter for Peter Parker is that you are meeting him in the darkest chapter of his life. 他也说了自己和陈家班合作的感受，可惜他穿得太隆重了，所以没办法给我们现场演示。Oh, can you show us? Not in these shoes. Yeah. 毕竟大家都知道荷兰弟的功底很好，不少动作场景能上他都是自己上的。然后赞达亚也分享了他在片中的感受，主要是他和荷兰弟在生活里真的是太亲密了，但在店里却要装作陌生人，那种感觉太微妙了。赞达亚还提到了 Yesterday， 也就是他俩一起逛街被网友活捉的一件事，现在网上已经出了他们俩的夫妇套餐了。这里呢不得不就提到森马了，难道因为今天是马年嘛？森马真的是太幸运了，别人花重金都请不到代言人，反而荷兰弟花了150块成了森马的代言人，而且他自己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简直就是天降流量啊，搞得我也想拎个绿袋子满街走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绿色是复联5和毁灭博士的主色调。森马你小子蹭到了蜘蛛侠的流量，还可以去蹭年底的复联5啊，真的是太幸运了吧。搞了半天原来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里面的 Brand 是指你呀。